第二天到了镇上，大概9点多，陈东见他回来挺高兴。那个快递公司还挺靠谱，刚刚就有客户给我电话，说货已经到了。那挺好。林浩没有说其他的，但也没刻意瞒着。昨晚他就将见了尹娜的事告诉了陈雪。这样算好了，你等下，我拿给你看。陈东上楼拿着单子，片刻下来将单子递给了他。单子上列得很详细，每桶3个规格的价格分别是42、27、11，悬殊真的大。不过整体上还是比小黄鱼的行情要好些，主要是重量多，2艘船加一起足有18000多斤。再就是鲍鱼，看到价格时他懵了，大个头的也只有150块1斤，他可是记得去年卖的时候价格200多呢。东哥，鲍鱼的价格下跌的这么厉害？是啊，啥都涨，就是鲍鱼跌了，这一跌就近40%。我听说是因为养殖鲍丰收，连着把野生鲍的价格也打下来了，养殖鲍现在价格更贱。海参的价格倒是比之前略高，大个的145块，小的95块。再就是绒螺，价格是13块，比本地的海蛎螺价格还要稍便宜些，量很大，近2万斤了。让他惊喜的是，塔螺的价格居然出奇的好，或许在本地极为少见的原因，价格高到了24块1斤。他还以为塔螺和绒螺差不多呢，这都快翻倍了。最过瘾的当属海胆和狗爪螺，价格都破了200块1斤，狗爪螺比较少，只有800多斤，海胆有近2000斤呢。龙虾也还行，有2400多斤，价格从120块到80块不等。再加上其他杂货，这批货比他预计的要高很多，去除收购占5%的利润空间，还剩下足有476万。刚开始他还以为一条船100万就差不多了，没成想能达到200万以上。不过细看单子也就了然，很多东西自己之前估量的都太保守了，就比如海胆就有近50万的入账，而他之前内心中只是粗算了10万块。林浩抽出一张纸，在底下写着转账明细，先是2艘船上一趟出去的成本，他也懒得再算，直接把零头扣掉，剩下的就是大家的提成。按照顺序列好后，再就是大哥跟阿和的分红，花了大概10几分钟将单子列好之后，他交给陈东，让对方帮着转一下账。陈东拿着单子上楼，片刻再度下楼。你姐说中午之前会把账弄好，你中午在家里吃饭。林浩想了想，今天也没啥事，反正明天晚上再出海，所以船上的事可以明天白天弄。说实话也没啥要他操心的，老猫和大哥他们比他积极的多，也细心的多。东哥，中午让我姐蒸点鲍鱼和龙虾吧，我叫上大玉一起来吃饭。行吧。林浩说完正打算去天号看看，突然又想起一事，对陈东道：东哥，我的螺呢？提起这个，陈东也来劲了。阿浩，我问了几个朋友，还真有人知道的，说价值非常高，还有人说明天要来看看。有报价的没？人家刚开始都不相信这里有，我形容了一番，对方才勉强相信的，肯定要先来看看实物啊。行，你看着安排，不过卖的时候通知我一下，价格不能卖低了。东哥，我先回家一趟，等会再过来。林叔回来了吧？要不叫他和阿远中午也过来吃？他不一定会赶，我说到行了吧？林浩说着开车回了家，老爹不在家，应该在村委会。他打开电脑，上传了所拍的照片，然后写了一封邮件给约克发了过去。弄好之后再度出门，结果刚启动车子，手机就响了。喂，林总，我这边戏拍完了，后天过去你看行吗？电话是李冰冰打来，之前可是约定要到天号实地考察的。冰冰姐，可以，随时都可以。那个李冰冰好像有些难以启齿。冰冰姐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就可以了。那个公司听说我要来海边，不少人也想跟着来玩玩。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，欢迎。林浩爽朗地笑着道：会不会太麻烦了？要不行的话，我就推辞掉吧。没事，来者是客。又聊了2句，林浩挂了电话，压根没当回事。不过想了想，他还是得和大玉准备一下，随即又叹了口气，自己的节奏被打乱了呀。本想着明晚跟船出海的，这下是出不去了。来到天号，找到大玉了。那个冰冰姐也给我来了电话，说是后天也会过来。你跟李冰冰也有联系？林浩挠了挠头，有些不解，干嘛两边都要打电话？不是，是范冰冰。林浩轻哦一声，随即露出一个贱兮兮的笑容。大玉一看，立马再度道：你不用说了，我和他也就今天上午才联系的，看你这一脸贱相，就知道没憋着好屁。那可是范九义，多少人的梦中情人，你就停，指望你嘴里能吐出象牙是不可能了。你嘴能吐出象牙，吐一个我瞧瞧。林浩相当不爽，这货咋老打断自己的话？对了，你为啥叫他范九义？林浩愣了愣，那个他说过要赚9亿身家。他说过这句话，我怎么没听过？人家啥事还得向你汇报啊？你是天号的老总，不是娱乐圈的教父。行了，不扯淡，说正事。还不是你把话题扯偏的。大玉相当不满，听说来的人蛮多，具体的李冰冰也没多说，但咱至少要按10个人来准备，吃喝上咱总不能怠慢了。大玉有些头疼。吃简单，海鲜会包几天，
不行就在天号内部安排，请个厨子做就行。但住咋办？天号可没有像样的招待所，要是安排到市里来回，是不是太远了？林浩也觉得安排市里不好，犹豫了一下道：算了，我的新宅也晾好了，明天我跟阿雪准备一下，就住进新宅吧。反正地方大，客房够多，再多来几个也能住得下。那咱俩分个工，吃交给我，住你来安排。吃住都我来负责，你做好谈判和接待的事。林浩倒不是大包大揽，但大玉到底是外来的，对本地的熟悉程度不如他。两人来到收购站吃午饭，陈雪也回来了。对于2个冰冰要来，陈东倒不是很吃惊，在京城已经见过，还握了手呢。倒是陈雪很激动，这丫头居然也喜欢范冰冰。你们说的是眼金锁的那个？林浩笑着提醒道：她要是来了，你可千万别说她演的是丫鬟。为什么？因为弯弯有个不咋靠谱的小老太太说过她，说她一辈子也就是演丫鬟的命，所以这2年她才会这么拼。午饭吃完，他本打算跟陈雪一起安排的，结果林安国打来了电话，问他那3个椰子螺打算怎么处理，差点把这事给忘了。想了想，明天一天也够时间安排，还是先回家把螺给开了。听说要开螺，陈东也来了兴趣，叫自己老婆下来看店，他跟着一起到了村里。螺被放在大哥家后院的水槽中，林安国把钥匙丢给他也就不管了。3个螺，3个钩子，钩中肉之后直接吊在院墙的桩上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是等待。林浩开始烧水，给2人泡茶。那你明天不出海了？出不了海了，反正船上人也够。我昨晚看了眼天气预报，说大概有1周的好天气。后天刚好是11，这些人还挺会挑时间。2人聊了足有半个小时，就听到后院传来一道闷声，赶忙跑了过去。果然最大的那个螺已经肉壳分离了。